李嘉诚这个屹立70年不倒的商业帝国正在走向崩塌。在香港啊，一直流传这样一个说法：一个香港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绕不开李嘉诚。住的房、喝的水、用的电、打的电话，甚至去超市买的尿不湿，背后可能都是李家的生意。但是如今，这个影响香港经济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富豪，正在悄悄从历史退场。事情从何说起呢？你看，首先是今年香港的特首顾问团名单公布。这个顾问团啊，你可以理解为香港政府的核心智囊团，里边汇聚了像诺贝尔奖得主、顶级科学家，还有商业大佬们。他们可以直接为香港特首的决策出谋划策。说白了，能进这个名单的人，就意味着在香港的最高决策层里有话语权，同时有影响力。而这次的名单呢，一共34个人，除了一位病逝、一位退休，其他全员连任，但唯独李嘉诚的接班人长子李泽钜被精准剔除。而另一个信号就是，李嘉诚家族居然也开始在加速变卖资产了。先是在今年5月份，7折甩卖北京玉翠园啊，这个楼盘它捂了23年啊。7月底又突然上架大湾区的400套房源，平均6折，最低只要40万。甚至连他当年位于香港的婚房，曾经强调多少钱都不卖的发家龙脉，都被媒体传出来，准备要打折抛售，售价50亿港币。虽然这事儿啊被李泽钜后来出面否认了，但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无限遐想。在联想之前，港澳办2度转发大公报，批评李嘉诚卖港口的文章，并且罕见表态啊，资本无国界，但商人有祖国。这让李家几十年积攒的体面至此碎了一地。当把这些事儿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切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信号：李嘉诚的时代，这个人似乎真的在逐渐远去了。有些人把他的退场啊归因于他打算卖港口给美国资本的事儿。但是真相远不止这么简单，那最多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根源是他这几十年来的商业模式和资本立场早已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啊！要看懂这一切，我们还得从他的商业模式说起。想当年李嘉诚最早的时候啊，还是那卖塑料花起家的，第一次翻身是在1967年，香港楼市大跌，那时候别人在恐慌抛售，他呢反而抄底买地，而在几年后。楼市反弹了，他囤下的那批地升值了20倍，也是在那一刻他看明白了，搞实业远远不如炒地皮来钱快呀。从此他就走上了一条囤地捂盘、炒房收租的商业道路。地价低的时候买进，然后捂个10几年不开发，等周围配套成熟了，房价暴涨了，再慢悠悠的转手卖掉。那有些干脆直接转手把地也给卖了。这套模式他可是玩的炉火纯青。后来呢，香港不好炒了，他又把同样的套路搬到了内地。北京、上海、广州，当年多少个城市发展都深受其害呀。但是光炒楼盘啊，可还不够。李嘉诚与此同时也盯上了民生刚需，比如水电、港口通讯。他知道啊，只要能垄断这些资源，就能实现真正的躺着赚钱。但那时候的香港啊，还是在殖民统治期间呢，这些关键资源都是被英资财团控制着，他想拿也拿不到啊。直到1979年，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18年。那时候的英国急需要扶持一个自己人上位，而李嘉诚呢，从小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长大，思想也更符合西方的资本逻辑，两边一拍即合。最终在汇丰银行的支持下，他低价拿下了英资巨头和记黄埔，顺利掌控了香港的港口、零售、能源、地产这些关键资源。直到今天，香港4大电信运营商还有2家是他家的，电力、港口、超市一半也都姓李。几十年这样下来，香港也一度变成了一个被地产资本绑架的城市，房价高的离谱，物价全球靠前，普通人拼命打工几十年也供不起一个房子，只能蜗居在10几平米的龙屋、汤房里。更气人的是啊，连香港转型的机会也差点被他们锁死。当年香港本来是要转型成为科技中心的，有钱、有人才、有资源，香港政府便提出了要对标美国硅谷，打造一个吸引高科技企业聚集的孵化园区，就叫数码港。李嘉诚二儿子李泽楷啊，立马跳出来说支持，政府出地，他出钱，按理说双赢吧。结果项目刚落地，李泽楷名下的公司就靠着拿下了数码港项目，立马借壳上市，摇身一变成为了市值2000多亿的科技新贵。那所谓的数码港科技园呢，最后也变成了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地产项目，核心价值成为了豪宅销售，而真正用于科技孵化的只占整个项目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还是老套路，
盖楼、卖房、收租金。你看，每当香港想做点实事儿、搞转型的时候，以李家为代表的财团总是会为了一己私欲出来搅局。而讽刺的是，这么多年他在香港赚得盆满钵满，资产却都转移到了英国，而香港本土的科技、民生却没能得到他的反哺。所以啊，他的退场，我相信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曾经有多少人把李嘉诚当成时代的风向标啊？他去哪儿，机会就在哪儿。但是我今天想说，时代变了，恐怕这个风再也不会吹向他那里。他的落幕不只是一个人的落幕，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这标志着那个靠着垄断民生、靠着收租务地的时代真的结束了。现在的我们不缺没有家国情怀的资本家，缺的是真正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呀。散会。